小月，你的甜品店什么时候改卖粽子了？这一桌子，我刚进门，还以为走错地方了。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呀，这几天粽子最好卖，我的蛋糕都得往后排。怪不得，我今天去上班，公司也发了一个大礼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也是粽子，哦，你们学校还发端午礼包，里面都有什么？有粽子、咸鸭蛋、绿豆糕，还有一个香香的小布袋，我完全看不懂。那个小布袋叫香囊。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端午节，顺便把这些都讲给你听。太好了，说实话，我在英国从来没过过端午节，这些对我来说全是新的。没事，别急，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说。那我可要好好学学，还回去给我奶奶露一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小月，先问最基本的，端午节到底是哪一天？我看这个星期的日历上好像没写。因为端午节看的是农历5月初5，所以每年公历的日子都不一样。就是看月亮的那个日历，对吧？对，完全正确。中国很多传统节日都看农历，像春节、中秋节还有端午节。原来如此，那端午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？听起来很古老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学问。五就是5月的五，是开始的意思，所以端午就是5月刚开始的那几天。可以这么理解。5月初5，两个五，所以以前也有人叫它五五节。两个五，这个我一下就记住了。那端午节在中国算大节日吗？算，它和春节、中秋是中国最重要的几个传统节日之一。哇，那确实很重要，怪不得我们公司放假。我还在想，怎么突然多了3天假？对啊，端午节有3天小长假，很多人会回老家或者出去玩一玩。那大家放3天假，一般都去哪儿？很多人回老家陪爸妈，一家人一起包粽子。还能自己包？我以为粽子都是买现成的。很多家庭还是喜欢自己包，家里的老人包的又快又好看。自己包的，吃起来肯定特别有感觉。对，那是买不来的味道。今年你也想试试吗？想，到时候你叫我，包坏了也算我的端午作品。行，你包成什么样我都收。3天假，加一袋粽子，再加自己包的。我现在已经爱上这个节日了。你还没吃呢，就先爱上了。小月，我一直有个问题，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？粽子是怎么来的？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有名的古人了，他叫屈原。屈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吗？对，他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诗人，也是一个很爱国的大臣。2000多年前，那比英国的好多故事都要老。后来呢？后来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打败了，他非常伤心，就跳进江里去世了。啊，这么伤心的故事，那这跟粽子有什么关系？老百姓都很喜欢他，他江里的鱼去咬他的身体，就包了米团子扔进江里喂鱼。哦，所以鱼吃饱了米团子，就不会去咬屈原了。对，你理解的真快。那个米团子慢慢就变成了今天的粽子。原来一个小小的粽子背后，还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太感人了。所以中国人过端午不只是吃东西，也是在记住屈原这个人。我懂了，就像我们有些节日，也是为了记住一个重要的人。没错，是一样的道理，那我以后吃粽子，心情都不一样了。是吧？知道了故事，吃起来更有味道。对了，那赛龙舟呢？我在网上看过，好多人挤在一条长长的船上一起画。赛龙舟也和屈原有关，
当年大家划着船去江里救他，后来慢慢就变成了比赛。所以现在大家划船是在学当年救屈原的那些人。对，一条船上坐很多人，一边划桨，前面还有一个人在打鼓。打鼓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大家一起用力，鼓声越快，大家划的就越齐，越快。听起来气氛一定特别热闹。非常热闹，江两边站满了人，大家一起喊加油。这个我喜欢，有点像我们在英国看赛艇比赛，也是好多人站在岸边喊。对，很像。其实全世界的人开心的时候都差不多。说得好，那我也想去现场看一次赛龙舟。南方很多城市都有，杭州也有，到时候我带你去。说定了，我带相机，你带零食。成交。小月，那我现在最想搞清楚的还是粽子，我礼包里这个到底怎么吃？你先看外面，绿绿的那层叫粽叶，是不能吃的，只是用来包米的。幸好你告诉我，我刚才真差点连皮一起咬。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都这样，把粽叶剥开，里面白白的才是糯米。糯米就是那种黏黏的米。对，糯米煮熟以后特别黏，所以粽子吃起来软软的，黏黏的。那里面除了米还有别的吗？这就要说到一个大问题了，在中国，粽子分甜的和咸的。还分甜咸，有什么不一样？甜粽子里面一般放红枣、豆沙，咸粽子里面放鲜肉、咸蛋黄。等一下，肉？粽子里面还能放肉？当然，南方人最爱吃鲜肉粽，一口下去又香又满足。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一直以为粽子都是甜的。哈哈，那你可碰到一个老问题了。中国人为了吃甜粽还是咸粽，能吵一整年。真的假的？为了粽子吵架？当然是开玩笑的吵。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甜咸之争。北方人多爱甜，南方人多爱咸。甜咸之争，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。那你呢？你站哪一边？我虽然是杭州人，却是个甜粽党。红枣豆沙粽永远的神。永远的神，这个词我在弹幕里见过。对，你越来越懂年轻人说话了。那你呢？你选哪边？我两个都还没吃过，不敢乱说。等我都尝过，再正式告诉你。这个回答聪明，不得罪任何一边。哈哈。我可不想刚来杭州就被你们甜粽党赶出去。放心，我们甜粽党很友好的，只要你别当面说甜粽难吃。明白，这是底线，我记住了。对了，再教你一个有意思的，每年高考前，很多妈妈都会让孩子吃粽子。高考前吃粽子，这有什么讲究吗？因为粽子的粽听起来像中间的中，吃粽子就是希望孩子能考中，能高中。高中？不是中学的那个高中吧？哈哈，不是，这里的高中是老话，意思是考试考得特别好，金榜题名。太妙了，一个粽子还能讨个好彩头。对，中国人就喜欢这种谐音，听着吉利，心里就高兴。我懂了，就像我们考试前有人会穿一双幸运袜。对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小迷信，但都是图个安心。那我下次考我的学生之前，也给他们一人发一个粽子。哈哈，你这个老师真是越来越中国了。对了，我礼包里那个咸鸭蛋也是端午节吃的吗？对，咸鸭蛋也是端午的经典，特别是那种会流油的蛋黄，可香了。流油？蛋黄还会流油？好的咸鸭蛋，蛋黄是红红的，一咬就冒油，配上一碗白粥，
绝了！被你说的，我现在就想回家试试。那绿豆糕呢？绿豆糕是一种小点心，用绿豆做的，凉凉的，甜甜的，夏天吃正合适。难怪端午节是夏天，吃点凉的舒服。说到这个，你店里会做绿豆糕吗？会呀，我今年还做了抹茶类的，你等会儿尝一块。那必须尝。那最后那个香囊呢，就是那个香香的小布袋。香囊里面装的是一些香的草药，挂在身上香香的。以前的人觉得它能赶走蚊虫，赶蚊子，这个实用。夏天的蚊子简直要把我抬走。哈，对，还有人会在门口挂艾草，也是差不多的意思，艾草是什么？是一种有特别香味的草。端午节把它挂在门上，图个平安健康。原来端午节这么多讲究，吃的、挂的、闻的，全都有。是啊，老祖宗的智慧都藏在这些小东西里。对了，我还听过一个词叫雄黄酒，那是什么？雄黄酒是一种黄色的酒，以前端午节大人会喝一点，也会在小孩的额头上点一点。点在额头上，为什么？老人说这样可以辟邪，保护小孩平平安安。辟邪是什么意思啊？辟邪就是赶走不好的东西，让坏运气离你远一点。哦，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，外婆会在门上画一个十字。对，都是大人对小孩的一份心意。说到雄黄酒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叫《白蛇传》。白蛇传，白色的蛇。对，传说有一条白蛇变成了漂亮的女人，结果端午那天喝了雄黄酒，露出了原形。哇，这个故事太精彩了，简直可以拍成电影。早就拍过很多次了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。那我回去一定要看，又能学中文，又能听故事。哈哈，这就对了，学语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他的故事。我感觉今天学到的，比我一个星期教学生的还多。哈哈，那今天你当学生，我当老师。好，老师，那我再问一个最关心的，我想跟同事说端午节快乐，这样说对吗？你问到了一个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的问题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有些人觉得端午节不能说快乐，要说安康。安康是什么意思啊？安康就是平安健康。因为端午本来是纪念屈原的，有人觉得说快乐不太合适。哦，所以要说端午安康，是为了尊重那个伤心的故事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呢，现在说端午快乐的人也很多，没有那么严格。那我到底说哪个比较安全？你想稳一点，就说端午安康，尤其是对长辈说，特别合适。端午安康，我记住了。那我等一下就发给我奶奶。你奶奶看到一定特别高兴。对，她一直说我中文进步了，这次我要给她一个惊喜。有你这样的孙子，老人家过节都更开心。她虽然看不懂英文，可中文的祝福她一看就懂。这就够了，心意到了，比什么礼物都好。说回我那个礼包，在中国公司过节都会发东西吗？很多公司都会，这叫过节福利，端午发粽子，中秋发月饼，过年发年货。福利就是公司给员工的好处。对，福利就是工资以外，公司给你的一些好处，发东西、发钱都算。这一点太好了，在英国我们公司过节一般不发这些。真的吗？那你们过节公司都做什么？最多就是一起吃顿饭，或者发一张卡片，很少发吃的。那你这次收到一大袋吃的，是不是觉得特别惊喜？太惊喜了！我抱着那个礼包回家，感觉自己真的在过中国的节日了。
这就叫入乡随俗呀。入乡随俗这个词怎么讲？意思是你到了一个新地方，就跟着当地人的习惯生活。哦，这个英文里也有，我们说 when in Rome。你看，又是一样的道理，全世界都懂这个理。所以现在我在杭州，就要像个本地人一样，过端午，尝尝甜粽和咸粽。完全正确，你现在越来越像半个中国人了。那我这个半个中国人，今年要好好过我的第一个端午节。那你打算怎么过？早上去看赛龙舟，中午吃你说的鲜肉粽，晚上给奶奶发端午安康。哇，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比很多中国人过得还认真。那是我可是上了一整节课的人。那这节课老师给你打满分。谢谢老师。那这块抹茶绿豆糕算我的奖励吗？算，拿去吧，趁凉吃。好，今天有得吃又有得学，太满足了。好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。我先来。我今天知道了，端午节是农历5月初5，是为了纪念屈原。我们学了粽子，有甜的也有咸的，还有那场永远吵不完的甜咸之争，还有赛龙舟、咸鸭蛋、绿豆糕和能赶蚊子的香囊。最重要的是跟长辈说端午安康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我现在就去发给我奶奶。还有公司的过节福利和我们说的入乡随俗。学了这么多，我感觉今年的端午节过得特别有意义。那看节目的你呢？你们那里端午节是吃甜粽还是咸粽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甜粽党和咸粽党都来报个到。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也祝你和家人这个端午吃得开心，平平安安，端午安康。